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1.4下半版本终于迎来桂乃芬这位4星虚无角色了。作为 DOT 体系的4星火系角色，强度到底表现如何？单人以及搭配卡夫卡的表现如何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会有你的答案。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实时经验，同时视频对于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先从基础数值面板说起吧。桂乃芬4星虚无命途火系角色 DOT 角色，80级基础生命值882，防御力441，总体生存相比其他2位虚无角色略逊一筹吧。不过速度方面拥有106，总体下来差不多。然后来看一下天赋技能方面的，有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角色的玩法。毕竟各位点进来应该都是萌新吧。战绩，桂乃芬对敌方造成经典的单体扩散伤害，有100的基础概率命中，造成灼烧。每个回合造成10级218的倍率伤害。战技也是桂乃芬最核心的技能了。除了战技，普攻解锁行技1，普攻80%的基础概率和战技同样的灼烧，意味着桂乃芬不能先开大招，需要通过普攻或者战技给敌方挂灼烧，再通过终结技造成全体伤害，并且引爆这个灼烧。战技统计下来更偏向攻击扫目标的敌人，而大招则是对群上有不错的发挥效果。桂乃芬的天赋拥有高贵的给敌方挂一伤效果，受到灼烧伤害有概率进入吞火状态，灵命最多叠伤成21%。桂乃芬的战绩和天赋都是100的基础概率嘛，相比另外2个虚无 DOT 角色有比较好的覆盖率了。行技方面有10%的命中，22.4%的火伤，还有24%的击破特攻，数值给的总体很到位了。考虑到桂乃芬的天赋触发概率很高，以及持续3个回合，所以桂乃芬不用堆很高的命中的。灵魂的桂乃芬堆个20命中就足够了，而一魂则是可以完全不用从专门的生物 Y， 一魂是给敌方捡的，意味着队友也均可以吃到，这一点非常的好啊。说完技能方面来看看行技的。行技1，因为桂乃芬总体依靠战技高频挂灼烧的，大招不能挂灼烧哦，经常使用普攻伤害会总体大幅下滑的，这个基本没什么用。行技2，开局行动体验25%，这个只能说有利有弊吧。弊端就是很难吃到体名战绩增伤。我的桂乃芬速度是121的，还是超过了156的一个艾斯达和151的停云，没办法。行技3，对灼烧敌人提升20%的伤害，这个提升还不错啊。技能总体下来，战技优先，大招和天赋其次，普攻可不点。秘技因为不能脱手，而桂乃芬需要把逆艾斯达，基本都是艾斯达放战技的，这个几乎用处不大了，可以说用不到啊。测了一个下午，选出了2个目前版本比较推荐的队伍：单 C 体系输出艾斯达停云的组合，以及双 C 的卡夫卡。作为一个4星 DOT 角色，主 C 的桂乃芬通过混沌回忆时上半4到5个回合左右就打完，而卡夫卡体系里面的则是稳定3个回合。单从满星混沌的角度来说，这2队都是不错的选择了。但是存在一个问题，桂乃芬在没有火弱点环境下，没有卡夫卡加持，比较刮痧。从总体环境来说，还是比较依赖卡夫卡的。在卡夫卡体系当中，只需要队伍有一个能破弱点的即可，而桂乃芬单 C 则是对火环境要求比较高。然后说说单 C 桂乃芬的手法吧。艾斯达秘技开局，因为行技拉条关系，桂乃芬一般会先出手的。停云开大，桂乃芬战技一下，然后先不开大招啊，因为这样挂灼烧嘛，你没灼烧，你大招开了是没伤害的。等停云开 E， 你 OK 才开大招，命中3个敌方，打出了7.5万的伤害，后续就根据正常情况循环即可了。这个队伍可以说是板逆艾斯达了。首先是关追上的艾斯达行星相会加火元素伤害，行技上解锁加18%火伤，以及挂灼烧可以让桂乃芬引爆。仪器内圈可以选择先周套加攻击力，提升队伍的 DOT 伤害，加上艾斯达加攻加速，几乎是卡夫卡和桂乃芬 DOT 体系的完美辅助了。桂乃芬作为一个4星虚无角色，从个人角度来看，桂乃芬也是目前最强的持续伤害角色了。当然，这个强度主要还是因为艾斯达的关系很大。我也是没想到一个4星 DOT 角色可以打这么快的，总体是一个非常值得培养的角色了。在关追选择上，考虑到只需等待这张关追，一般也有卡夫卡了，故而首选高蝶音的孤独的疗愈。实战下来，桂乃芬打火弱点击破特攻收益还不错，和带攻击力差不多的，以及高白值回能，对桂乃芬表现都可以。但是需要高蝶影啊。5星其次是以世界之名，桂乃芬战绩几乎是全能释放的，可以稳定吃满特效。
而且贵奶分大招是没有概率触发这个问题的，释放战绩的频率很契合，总体用下来很不错。4星还是老样子，高金晚安优先，其次猎物视线，最后是决心。总体测试下来嘛，3都差不多的，有哪个带哪个就可以了。这可能是持续伤害和直伤的区别吧。总体下来差距非常小，10战下来没有超过1个回合的差距，基本上就测了个寂寞，应该都差不多一样的嘛。贵奶粉的圣物方面，现在是2火2快枪手或者4快枪手均可，内圈太空封印杖，常规的攻击衣服、攻击鞋。毕竟队伍有艾斯达，对于速度要求很低，火山球、攻击力绳子，如果敌方有火弱点可以带击破特攻的，两者差距并不大，更推荐带攻击力，稳定性比较高。最后过一下星魂方面的，1魂可以减低敌方10%的效果抵抗，2魂主要提升战绩灼烧40%倍率持续伤害了，3魂加战绩和普攻的，4魂每次触发灼烧可以回复2点能量，这个可以带充能神，不过总体差不多。6魂天赋1伤多1层，以实际天赋来说可以多7%吧，提升不算很大。总体下来星魂提升比较小，2魂即可开始培养，不过因为艾斯达情况下灵魂足够了，我在灵魂的时候打了5个回合，6魂的时候打了好几次，总体4到5个回合，区别特别小。总体下来灵魂就是完全体了，有卡夫卡情况下练就完了，就算是零星魂的，有艾斯达情况下比其他4星的 DOT 角色还要厉害的，这个可放心养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转发给你有需要的人。托帕的攻略也在制作中了，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